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霹雳进宝这个新活动。这好像是陆服唯一一个可以额外刻命魂的活动，但这却是台服不知道已经是第几个可以刻命魂的活动了，所以在命魂的获取上，台服还是比较幸福的，压力也没有陆服那么大。霹雳进宝的玩法也很简单，只需要买火药来发射炮弹就可以了。每次发射炮弹都会随机掉落奖励，奖励有很多，我就不一一去念了。根据所使用的炮弹种类，还会影响随机掉落奖励的概率。僵魂炮弹会使僵魂类道具的出现率上升，当中僵魂精华、随机 SS2、S2 及降魂合龙纹石都属于僵魂类道具。僵魂合龙纹石都是中前期会比较缺乏的资源，而且也都是实打实的能提升实战的战力资源，所以是3种炮弹里最推荐使用的。不管是新区还是老区，只要你的僵魂合龙纹石还没满，都推荐无脑选择使用僵魂炮弹。其次是善灵炮弹，顾名思义就是会提升和善灵有关的资源，当中包括了善灵之尘、淬灵星石和淬灵玄石。这是次好的资源，新区一开始没那么多善灵，所以可以先不着急着拿善灵资源。老区等僵魂合龙纹石都不缺了，才考虑拿善灵资源，因为善灵资源还是比较好拿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善灵资源真的缺很多，想优先拿善灵资源也是可以的。最后一个灵石炮弹就是拿1阶到3阶灵石的，这个在3种资源里价值是最低的，所以基本不会去选择使用灵石炮弹。其他没有提到的资源，比如幻星和各种命魂石，都属于概率不变的道具，无论你用哪个炮弹来轰都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是本期活动的重点，累积积分。每次发射炮弹有几率为普通攻击、暴击或超暴击。普通攻击可获得120积分，暴击可获得180积分，超暴击则可获得最高的240积分。累积获得的积分可以用来解锁宝箱。在看宝箱内容之前，就让我们先来看看无氪玩家可以拿下多少积分。活动有7天，每天免费可以拿1个，7天就是7个。每天换星可以买10个，7天就是70个。一共需要17500换星。无氪玩家整个活动能免费获得的火药是77个。以最低的积分120来计算，77次就是9240积分，只能保底拿到5号宝箱。而从前5个宝箱中的奖励，我们又可以多拿13个火药，所以实际上无氪玩家在本次活动中真正能免费拿的抽数是90抽。以90抽来计算，无氪玩家能获得的总积分是10800，距离6号宝箱的12000积分还是有一段距离的。本次活动的大奖是命魂信物，有命魂信物的宝箱，官方全都给你标示出来了，而第一个大奖就在6号宝箱。那么无氪玩家这次就一个命魂信物都拿不到了吗？那倒未必，因为你不可能轰了90次，却没有一次是暴击或是超暴击的。一般来说，官方也不至于会开了活动又让无氪玩家完全没有收获，所以我猜无氪玩家应该最少也是可以拿到6号宝箱的一个命魂信物的。为了实际的了解炮击暴击的概率，我们就先来抽个10抽看看吧。2次5抽下来，我的总积分只有1267，10抽的最低积分是1200，平均下来我每5抽只有1次暴击，这个概率应该是属于比较黑的了。如果就以这个积分来做标准，90抽能获得的积分就是11403，这个分数距离6号宝箱所需要的12000积分只差1点而已。如果脸不是那么黑的玩家，应该都是有机会可以免费拿到一个命魂信物的。如果脸黑的话就只能再补一包每日礼包了。由于本次的抽卡道具是不能保留的，所以能不能拿到命魂信物就真的只能完全靠运气。在台服连续有了好几个不需要氪金也能免费拿到命魂信物的活动后，
霹雳进宝已经不完全是个免费就能拿命魂信物的活动了。陆服在后期都会把霹雳进宝配合其他活动一起上，届时还会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获得火药，到时免费拿命魂信物就会更稳定了。接下来就轮到氪金的部分了。商店里的氪金礼包，最便宜的是每日火药特惠包，其次是霹雳火药超值包，再来是霹雳火药高级包，最后是霹雳火药至尊包。为了方便后续的计算的，我们就以无氪玩家90抽可以拿到6号宝箱，可以拿到12000积分为基础，来计算后续需要氪金的礼包数量。礼包中的道具数量是以10个为单位的，所以我们就也以10抽为单位去计算，这样最容易。这边我们就拿个整数，以10抽1300积分为标准，去计算后续礼包的需要。从6号宝箱到36号宝箱都是6000积分可以拿一个命魂信物，所以大概是50抽就可以换一个命魂信物。有了这个大概的标准，相信剩下的要氪多少包才能拿多少个命魂信物，大家自己就会算了，所以我就不多啰嗦了。如果脸不黑的话，所需要的抽数还会更少。36号宝箱后就需要12000积分来换一个命魂信物。虽然当中送的火药也会翻倍，但那是补不回来的，所以36号以后的我们就不考虑了。最后就来说说奖励的选择建议。1号宝箱的奖励建议优先拿能直接增加战力的龙纹石，其次是蓝粉或红粉，前期会比较缺红粉，后期会比较缺蓝粉，这些都是能直接增加战力的实战资源。如果都不缺了，就看命魂石和风物质之灵哪个比较缺就换哪个。2号宝箱的奖励，老区建议拿命魂石，然后全部换最高级的。新区就按自己的需求，如果那3个石头还很缺，也可以考虑优先去换。前期应该是升级神兵的无双幻灵石最重要，然后是觉醒石，最后才是升级装备的无双装备石。3号宝箱的奖励，老区肯定是还是优先拿无双命魂石了，新区可以优先考虑拿将魂，或者那一堆的石头。前期比较重要的是无双降魂令，然后是无双战魂石。如果有6套无双战魂后，就可以先去拿其他奖励。当中无双列传石的缺口是最大的，如果前面2个都不缺了，就可以拿。至于无双阵法石，这个在前期应该还是会有点作用的，不过由于很快就会满了，所以慢慢来应该也是无所谓的。其他后面的奖励应该都是重复的了，所以就不再赘述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